彩云集团说，土地被查封，资金被冻结，工程已停工，但是要他退钱呢？没有。开发区政府说，这是企业行为，请你们找法院起诉。区和市信访局说，我们已把你们的问题转报到了各级政府，请你们找管辖地的政府去听听，你们自己听听。彩云集团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你们能给我说清楚吗？为什么法院不受理，媒体不报道，信访局一推625，这还是人民的各个部门吗？这还是人民政府吗？这就是典型的不作为。石岩书记，是这样的啊，这件事啊确实比较棘手，根本的结症呢就在彩云集团，他们的债务纠纷呢太复杂了，有严重的资不抵债，里边牵扯到多家银行查封的债权，还有建筑施工的承包商、买房的客户、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有企业的职工，这么多利益主体啊，他们之间还相互的有冲突。如果要是走常规的破产程序，然后再进行清偿赔付，这还是有相当的困难的。戚勇同志的意思就是，因为有相当的困难，就可以相当的不作为，相当的耍弄老百姓。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这里我向在座的各位强调啊，如果谁在这个时候打太极，互相推诿，那我就请他马上拿出辞职报告来。我想啊，还是按照这个法治的思维，在法律的框架下，来解决处理这个问题吧。这也是响应中央关于依法治国的这个号召。我同意。我再说几句，我们在座的都是有相当工作经验的同志，可是有的人的觉悟还不如一个老百姓。现在是什么社会？信息社会。你以为你脑袋扎进沙堆里就能一推625？不可能。事情捂不住，遇事推诿，得过且过，不做人民公仆，只做人民的老爷。我为这样的干部感到羞耻，感到痛心。杨国良同志，你对刚才秦江同志提出的走司法路线有什么看法？我要的是具体办法、具体措施。从这个全国处置烂尾楼的情况来看，确实比较棘手，家家都是一本难念的经，工作起来的确耗时耗力。我看能不能这样，如果受现实因素制约，不能走破产清偿的程序，那可以启动人民调解程序，由我们中院牵头组织开展调解工作，力争尽快的解决购房者的燃眉之急。好，那就由中院接管，跟区法院一起成立调解指导委员会，同时市委派得力干部成立彩云山庄经济纠纷专项清理领导小组，凡有关事情一律向领导小组汇报，争取在第一时间内解决彩云山庄的问题。宣传部门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所有处置信息必须公开透明，用最大的诚意、最强力的手段挽回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面前的信心。我回来啦！当当当！生日快乐！谁生日啊？不是我生日啊！你生日不是也没到吗？哎，庆祝咱们入俄法官半岁的生日啊！半岁也要庆祝啊？哎，你想想呀，咱们2个半岁加起来，不正好就是1岁吗？
你想吃蛋糕就说想吃蛋糕，还说那么多借口干嘛？真是！快过来吧，真的是，我告诉你啊，这生活呢，过的就是个仪式感。能不能行？哎呀，太紧张了！来，快，许个愿吧。1、2、3。我跟你说呀，这个生日嘛，想过就过，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双倍芝士蛋糕。哇！来，第一口，庆祝马大姐顺利审完法官生涯第一个主审大案啊！怎么样？好吃。好，接下来我来啊！祝我亲爱的肖法官，希望你往后的日子呢，可以不用那么忙，而且也希望你可以尽快找到一个比刘岳阳更好、更加适合你的白马王子。没劲。哎，你刚许的什么愿望啊？快跟我说说吧，你的黑马王子是谁呀？黑马王子是谁呀？黑马王子是谁呀？哎呀，行了，是谁？我刚许的愿望是，我希望熊建林下辈子可以做个好人。我现在真的觉得你超美。市委市政府已经就彩云山庄的经济纠纷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因此，请这里所有的购房者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为人民解决难题，并在此保证，专项小组法律处置程序所走的每一步，我们都会在这里通过新闻发布会向社会进行通报。为了尽快调解处置彩云山庄的经济纠纷，彩云山庄经济纠纷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曾选同志今天来到我的中院，听取同志们的汇报，布置工作。大家欢迎。组长啊，是市委刘秘书长，恰好这几天呢，他有个重要会议。所以今天我代表刘秘书长，先来和大家见个面。今天呢，把大家聚到一起，就是想听听各位专家对彩云山庄遗留问题，以什么方式来进行调解最合适。这彩云山庄地产纠纷一案，市委非常重视，吴书记连续3次做了指示。一再强调要公开透明，高调去处理，要忧人民之忧，要急人民所急。所以我想请大家今天啊，畅所欲言，拿出一个
在法律框架下最好的解决方案。调解委员会呢这些天加班加点看了不少卷宗。我想问一下，彩云山庄签的购房合同都有效吗？除了第3期预售的彩云6号五证不全，还有一部分购房者因为过于相信彩云的实力和信誉，还在积极认购。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购房者啊和开发商，他们应该各自承担他们的过错，这个责任除外呢。我们其他彩云山庄的项目啊，在签售时都是五证齐全的，而且呢，在购房者都是通过网签这样的形式购买，所有的合同都是真实有效，购房者没有任何问题。老百姓当时看上的不光是彩云的牌子，更看重彩云山的环境，依山傍水，周围有配套完善的教育和商业体系。再加上当时的广告海陆空的立体宣传，所以销售异常火爆。直到后来出现停工，到了交房期，老百姓仍然拿不到房子的时候，许多的购房者仍然对彩云集团的未来抱有莫大的信心。是的，这里不但有对彩云集团盲目的信任，那么还有呢，就是区政府的一个大力担保。区政府是政府部门，他们说的话在老百姓心中那就是金口玉言，所以这件事情一拖就拖了4年，直到现在，彩云集团总经理龙国浩跳楼事件发现以后，大家才真正的明白，这个彩云集团是真的要完了。我想知道的是，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以房屋补偿优先呢，还是房款补偿优先？这类事件在国内处理的经验来看，一般是清偿之后。新的这个企业接手在建，还是以房屋作为补偿？我觉得有问题。齐恒同志啊，有什么问题尽管讲。是这样啊，这个房屋补偿呢，如果是一拖的话，就会拖很多年。首先第一步啊，就得是核查审计，这核查审计啊，就得花大量的时间。那第二呢，就是司法拍卖。你像这个彩云山庄是咱们国家很少有的大型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流拍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拍卖成功了，有人来接盘了，再重新投入，再重新复建，等把房子盖好以后，再交到老百姓手里，我想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时间拖得太长。对。我觉得齐院说的是实话。如果采用房屋补偿，那老百姓还会误认为在使用拖延战术。所以啊，我有一个看法有一个建议，就是用这个房屋款补偿，也就是用现金的方式。我想呢，这也是购房者的一个强烈的诉求。但是有个问题，这个按道理，被拖欠工程款的那些施工单位，比如说大工集团等等，是不是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也就是说，如果拍卖有了钱，是不是先把这些钱赔偿给这些有优先受偿权的单位？我说的可是依法。曾主任提醒的非常及时，这个在合同法里的确是有明确规定，这个工程款的确是优于抵押和其他债券。就这样我这儿记下来一条呢，是过去最高法关于这类问题的批复中呢，有一条是这么写的我给大家念一下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是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那我体会这句话的精神呢，那也就是说，应该优先赔偿这些买房的老百姓的款项，这也是咱们
吴书记啊这么关心彩云山庄的本意，与民解忧啊。这个我理解啊，可是在座的都是司法系统的吧？作为司法系统，就一定要成为依法办事的表率。最高法院说的是，就该商品房来说，工程款所得赔偿的优先权，不得优先于购房者得到的权利。但是现在，彩云山庄还在建，还没有建好，哎，哪来的商品房呢？正在建设的建筑工程中，当然应该先支付施工方的报酬了。哎，这不是常识吗？那现在争议的焦点就是，这个开发商未建成房产时，购房者的购房款能否优先于补偿工程款的问题。在执行层面和以往的案例中，未完成的项目，往往是工程款优先。就像曾主任说的，要依法办事。的确啊，齐院长刚才说的最高法的文件，没有规定未建成房屋的收成顺序。况且，彩云山庄因停工导致未能按期交房，已属违约在先。大部分的购房者是在解除合同之后要求返还购房款，这个问题啊，在法律上确实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模糊的地方最难办。是啊，的确是很模糊。但是在最高法的批复精神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其用意啊，还是保护这些老百姓的生存权的目的。所以说呢，我建议，这个购房款赔偿要优先于工程款的赔偿。且这个有些偏颇了，工程款也是工人的血汗钱，工人一年忙到头他也有他的生存权。那现在至少有2个债权都很重要，我们都需要平衡保护。可不可以就是当我们在拍卖所得的时候，按照它的比例来进行分配？我觉得还是工程款优先。哎呀，大家想到没有？即使两边平均赔偿，老百姓拿到手的钱也会大大的缩水，他们一定不会满意，同样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引起群体事件。如果发生这种状况，那我们的处置意义在哪里？是啊，曾主任、杨院，我看就这2种方式呢，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我建议啊，上报最高法，让最高法呢，给我们就这个问题呢做出明确的解释。这个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什么？优先赔偿购房款？那我集团的投资款怎么办？工程款怎么办？哎呀，这真没办法啊！省市领导都下了意见了，社会影响真是太大了。曾主任，您听我说啊，其他地方都是优先赔偿工程款的，怎么到您领导的小组怎么变了？啊，反了！我说罗总，你冷静些行吗？你听我说啊，这第一，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呢只是个听喝的，领导是刘秘书长，何况还有吴书记。这第二啊，在中院的会上，我一直坚持要首先赔偿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其实我不是光向着你啊，我是按照合同法办事。可是总有人提出异议啊，你说还要求上报给最高法。要是最高法的指示一下来，我一个小小的蝼蚁能顶得住吗？这不是自不量力，自掘坟墓吗？是谁提议的？是谁要上报最高法？你说咱中院里头还能有谁呀？
哎，秦副院啊，你好，我罗怀公啊，想请你出来喝茶。秦副院，我请你来呢，有件事情想咨询一下。是这样，我最近承包了一个大工程，替别人盖房子。只是呢，让我盖房子的出事儿了，破产了。这欠了我不少工程款呐，他就还不上，说呢只能先把这房子拍卖了。可是问题出现了，说是这个房子拍卖之后，这钱不能先还给我。我就想捋一下你说。他来找我盖房子，我盖了房子才能卖给别人，是吧？这钱应该先还给我。罗总，这个事儿我还知道一些，好像没那么简单，不是一杯茶、两杯茶能说得清楚的。我就怕不捋还好，一捋你就更乱了。我想今天罗总请我喝这么好的茶，听这么好的音乐，不会是光谈一些买房子卖房子的事情吧？是，来，请喝茶，请喝茶别见怪。昨晚上我去听了出戏，这出戏叫武则天与狄仁杰。突然之间有不少感悟。狄仁杰的故事你知道吧？知道一些。为官清廉，一生刚正不阿，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得罪人了，被革去官职，扔到大牢里去了。之后呢，也算是自己清醒了，去辅佐武则天从而得到重用，才保住了自己这一辈子的名声。没想到罗总还很爱看这些历史的戏不是喜欢，就是听听戏嘛。对了，挺好的，下回我请秦副院一块去听戏怎么样？每一次看戏都会有不少感悟。我总结了2点，第一点，别去惹不该惹的人。第2点呢，要和正确的人站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有所作为。我想，罗总对这个狄仁杰这个事儿理解的有点偏差。狄仁杰这个人他不是站队没站队阵营的问题，他呢，这一生当中都是为有冤的人伸冤谋利。武则天也是看中了他这一点，要不然怎么能拜他为宰相呢？他如果要是一个小人，我想他早就没命了。我劝罗总您应该多看几本真正的好书，少听一些戏说的折子戏。秦副院果然是秦副院跟我们境界完全不一样，站得高看得远最近也是忙坏了吧？这个亲自带着手下那么多法官，审理了轰动一时的这渔船杀人案，这王鹏的强奸杀人，还有冯百川的地沟油案。这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让我们出乎意料就连人大的丁建业都误会了，都想报复。你呢也在所不惜，果然是正义凛然当代的狄仁杰。
能不能当上这个狄仁杰呢？这辈子我不敢奢求。但是今天啊，跟罗总聊天，受益匪浅。哦，喜欢你谈的2点：第一，不要惹不该惹的人；第二，永远要跟正确的人站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的有所作为。您说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干正确的事儿，永远都不晚。好听，说得好。好听啊！最高人民法院认可了购房户基本债权应该优先受偿的这个意见后，共有1030户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其中695户，应该是696。696户呢，收到了法院司法确认裁定书，通过司法拍卖，首批执行款从昨天起已经开始给购房者发放。太好了，非常好。这起涉及人员众多、时间久远、案情极为复杂的硬骨头，终于让咱们齐州给拿下来了。是啊，你说，一遇到复杂案件就互相推诿不作为，这像话吗？是，所以你们中院不错，应该记上一功。书记领导的好，少来这套。最高法院对于彩云山庄法律适用问题的回复：百姓的生存权应当优先受到保护，购房户优先受偿，为我国解决同类问题树立了新的法律适应范式，对于全国其他地方以法治的方式处置烂尾楼的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开启了司法先河。您好。作为第一批拿到执行款的购房户，有什么感想呢？这房子是准备给我父母养老的，花光了我和老公所有的积蓄，现在终于拿回了房屋款。可是，吃的，吃。去年我妈妈走了。让你先吃饱。钱回来了，妈妈不在了。我妈当初也没有住上我给她买的房。这可是我特意熬的排骨汤啊，熬了好几个小时，肉都已经特别烂了。你待会儿要全部把它吃完啊！哎呀，真香！哎，怎么回事儿？哎，马大侠，那天听说你拍了个功夫电影啊？疼！好烫！你喝的时候小心点啊！哎呦，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哟，可我这手也不太方便。方便是吧？小付同学，上，我来。让我喂你，哎，别，我受不起，您这不怀好意，我自己来，我能行啊。哎，喝着。哎，咱接着说，八卦别停啊！那天怎么回事？怎么就受伤了呀？那天的事儿都怪我，是这样的。谢谢大家，哎，感谢大家老来，谢谢，来。你个文盲，放娘的屁！你才放屁！我告诉你，武术闹冬营里，武术11名排名第1的，绝对是金毛鼠北洋。陈烨的表演是最震撼人心的，你狗屁不懂！你狗屁不懂！武术个屁！我展昭羽毛是最厉害。别打！哎呀，
这不是刘九公吗？哎呀，你怎么父子两个打起来了？我才没见孙子呢！我是你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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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昭是最厉害的！你怎么偷我红包？展昭是最厉害的！老刘，你怎么偷我红包？怎么新娘？他偷我红包！哎，给我喝一杯。兄弟，哎，好了，干什么就喝一杯？喝多了，高兴！我。臭流氓！快打110！撒什么酒疯啊？你没事吧？撒什么酒疯？啊！不抢回去了啊！啊，各位继续啊，继续喝。你不许走！你刚才的行为已经涉嫌到了猥亵妇女。那小鸭子蛋子，你还上脸了是吧？你真以为爷爷不敢揍你啊？哎，干嘛呀？啊！这么惊险，你这一个快板就想吃鸡大汉呐，真是不错。还好警察及时赶到，要不然啊都收不了场了都。啊，收不了场。去啊。警察来了以后呢，啊，来，坐。咱们说一说，没准啊。对这个下午的审判有好处。警察来了以后，紧接着就开始做笔录。什么？你连新郎官都不认识？新郎官？谁啊？来，陪我喝一杯。哎，我给你演示演示什么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哎，人都是你找的，你是群头吗？哎，是，这都是老戏骨。没戏演就没饭吃，总得给人一条生路。所以你们都是群演，没有一个认识新郎官的。哎，那怎么能不认识啊？我们就是拿钱演戏走人，那职业的吗？这职业的啊。全部都是群众演员。我是特约。不，我不是，我就是一个蹬三轮的。那天新郎官坐我的车，下车的时候问我，你愿不愿意挣点外快，让我来这捧个人场。我一听，又能吃又能喝，就跟着来了。粉通。你女儿和他只认识1个月就结婚了吗？谁说不是嘛？他们俩是在玫瑰网上认识的。我想着女儿年纪也不小了，快点结就快点结吧。谁知道？那你呢？之前没听你老公说过有什么亲戚朋友吗？不记得了，我只想找个人结婚，其他的什么都不关心。新郎什么时候不见的？敬酒还没结束就不见了，几个男厕所我都找遍了，都没找到。您刚才说你想让他们离婚？当然了，警察同志，请你们赶紧把那个骗子抓回来办理。哎呀，谢谢你们。那你和王默怎么会突然去参加高登水的婚礼呢？我不知道他，我去，反正是因为肖兰。肖兰的妈妈和新娘的妈妈是跳广场舞认识的姐妹，他们非让肖兰去参加婚礼，肖兰就觉着吧，她妈妈肯定要逼她相亲，于是就抓着我去壮胆儿。结果我去了，她没来。那王默呢？我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太相信的。那个群头是我中学同学，但是他死乞白赖求我，非拉我去凑数。这个据警方说呢，高登水也是在那个时候失踪的。你们说他花那么大功夫请那么多群众演员来搞排场，最后老婆也不要了，自己还一跑了之了。然后他又出现了，还重伤了一个大夫。最后啊，这案子就到咱们手上，简直就是环环相扣，一刻也不耽误。是啊，没准这个婚礼的这个闹剧呢，跟这个商业案是有联系的。
尽管这个警方的笔录里没有提及，我希望下午开庭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问仔细、问清楚。明白。好。审判长，这就是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被告人高登水，这个视频里面戴黑色帽子的人是你吗？是我。好，公诉人继续询问。被告人高登水，你知道被你伤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不知道。审判长，鉴于被害人的身份特殊，也为了证明被告人行为的恶劣性，公诉人请求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被害人的背景资料。准许。请先看几张照片，放吧。请执行法警将证物呈上。被害人蒋正新是本市某私人诊所的一名医生。被告人高登水，你是否去了受害者所在的医院就诊？是。你去看什么病？我得了肾衰竭，就去看病了。那后来呢？后来我被转到外科那里，想做肾移植。那为你接诊的是不是就是被害人？是。不过他告诉我，我的身体情况不符合，而且这肾源还需要排队，做不了手术。那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废话，换做你什么心情啊？啊？好，那可以想见，你因为做不了手术就怀恨在心，你为了泄愤，闯入了被害人的诊室，用一把水果刀将其捅伤，是不是？我呸！被告人，注意你的行为言辞。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发问了。被告人，你闯入被害人的办公室将其捅伤，是因为他拒绝对你做肾脏移植手术吗？不是。审判长，被告人高登水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清清楚楚地承认，他之所以会捅伤被害人，就是因为记恨被害人没有为他安排肾脏移植手术，现在公然翻供，毫无理由。请合议庭注意被告人的一贯供述。本庭已经记录在案。同样要提醒被告人，你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如存在隐瞒，将依法追究。不是就是不是！我要向你们揭发，蒋正新，他就是假仁假义的魔鬼。被告人高登水，你向本庭详细描述一下，你要揭发什么？你们都来看看，这是什么？审判长，我们已经请医生来看过了，这是肾脏移植手术的痕迹。据被告人自己说，他接受了地下诊所的肾脏移植手术，不仅伤口感染，而且还出现了排异反应。但是具体在哪里做的，他不肯说。他就说，因为在外面做的手术失败了，所以更加痛恨当时没有为自己换肾的被害人，所以一定要杀了被害人以泄心头之恨。那因为他的手术与本案无关，所以呢，此前公诉方并没有再次提出。我现在愿意告诉你们了，这手术就是你们口中的好大夫蒋正新替我偷偷做的。
安静。被告人，你的意思是，给你做肾移植手术的是被害人？被害人是谁？蒋正新。他是被害人啊！我才是被害人呢！我花了40万从他这里买了个肾脏，他告诉我一定能移植成功，又向我收了20万手术费，让我跟他去做手术。我本想这手术完了，我就没事了，谁知蒋正新，他就是个骗子，移植的肾脏根本就不能用。我听见回声，来自上古和星